2030年3月25日，末世降临，高温、病毒、丧尸，世界秩序毁于一旦。我却拥有一辆无敌的百吨王，能够碾碎一切，畅通无阻，众美环绕，物资充裕。即使是末日，我也过得如同皇帝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重生在了末日降临的1周前。没有废墟，没有丧尸，我看着周围熟悉的场景，回想起这是我曾经的出租屋。我走到大门前，看着门上的日历，日历赫然显示今天是2030年3月25日。我不敢置信地摸着自己的脸。3月25日，也就是末日降临1周前。1周之后，会有2个超大行星在地球附近相撞，无数陨石从天而降，将地球变成一个大熔炉，温度最高将飙升到80摄氏度。陨石携带的辐射会将90%的人类变成丧尸，而幸存下来的人类、动物、植物也都会觉醒异能。前世，我觉醒了 SSS 级长工异能，并且在护城建起数百人的幸存者基地。可因为缺物资、缺人手，基地被丧尸攻破。我的好兄弟王强、红颜知己小青都惨死于丧尸之口。这一世，我多了1周准备时间，绝不能让悲剧重演。我从冰箱拿出一瓶汽水，仰头灌了下去，浑身一激灵。末日后，持续几个月的高温，几乎将地球上的淡水资源蒸发殆尽。别说冷饮，之后为了一瓶酿，女明星就愿意委身陪睡；为了一桶泡面，亲生父子也会打得头破血流。喝完冷饮，我开始盘算末世前的规划。但储备物资就需要大量的资金，一想到钱，我就眉头紧皱。我家境普通，父亲前2年重病花光了存款，我辍学打工，手里只剩5万块，连储备食物和水都不够，更别说打造安全屋。走到院子里，我看到了那辆红色百吨王，它是父亲传给我的，靠着它我才还完了贷款。可这卡车在末世80摄氏度的高温下根本不堪一击。就在我摸着卡车门郁闷时，眼前弹出了消息：末世进化系统已绑定，可升级接触的任何事物，升级需要进化点。当前进化点0，击杀可获进化点。我狂喜不已。固定安全屋容易被丧尸包围，被陨石摧毁，升级百吨王，它就能成为最好的移动庇护所。卡车每个模块都能单独升级，能解锁无人驾驶，还能加厕所、厨房、卧室，甚至有武装模块。当看到次元车厢时，我挪不开眼。次元空间里时间静止，食物放进去不会变质，这正是应对高温末世的关键。可升级次元车厢需要1000进化点，和平年代杀人犯法，我去哪弄进化点？就在我急得打转时，系统又提示检测到特殊获取途径，虚拟世界击杀可转化为进化点，是否绑定指定游戏？我立刻选择是。游戏绑定成功，击杀敌人可获得0.1至10点不等的进化点。游戏里杀人也算的话，那我就有办法了。我是李默，为了攒够末世生存的进化点，走进了一家网吧。我把大把现金拍在吧台上，要求包下整间网吧，让所有人替我打游戏，击杀敌人就给奖励。网吧老板被现金惊醒，数完钱眼神发亮，一口答应下来。老板安排所有电脑免费供玩家使用，我只提了一个要求，让他们都换上李默的 ID。我站在玩家们面前，挥着一叠钞票说，不用管输赢，只要击杀数，击杀越多，额外奖金越高。玩家们满脸贪婪的点头，立刻全力投入游戏。有了他们帮忙，我攒进化点的效率大幅提升。我收起脸上的癫狂，打开系统面板，看着上面不断跳动的进化点提示笑了。系统提示音已经刷屏，他们大概在心里骂我傻，可我毫不在意。这些进化点是我末世生存的根本依仗。回到出租屋，我靠在沙发上想，进化点的问题解决了。按这个速度，末世前我的卡车肯定能完成进化。但想在末世过得好，没有大量物资不行。我掏出手机，把所有借贷软件都借了一遍，一共贷出120多万。我翻出护城的房产证，盯着它出了神。这套房市值500万，上一世爸爸生病缺钱我都没舍得卖，末世来临时却被陨石砸得稀烂。这一次，我必须让它发挥最大价值。之后我去了一家黑借贷公司，对面坐着经理钱大强。他一开始满脸不屑，觉得我在开玩笑。我把房本推到他面前，强调要用这套房抵押借贷500万。钱大强仔细核对房本后，瞬间露出捡便宜的欢喜神情。他大概觉得我是败家子，居然敢签每月20万利息的合约。可只有我知道，1周后就是末世，我根本不需要还钱。回到院子，我立刻打开系统面板，进化点已经积累到1464点，远超升级次元车厢所需的1000点。我走到百吨王卡车前，把手放上去，直接找到升级次元车厢的选项，毫不犹豫地喊出升级次元车厢。卡车瞬间金光一闪，升级完成。我走进车厢，外表没变化，内部空间却扩到了100平米。车厢内壁多了个平板大小的操控，点击后系统提示检测到收纳规则，支持分类收纳。我立刻开启了自动收纳功能。我走到院子里，把几个空箱子扔到车厢旁，箱子瞬间消失。打开系统面板，卡车虚拟形象上出现10个50厘米的正方体空间格，其中一个显示空箱子乘3。次元车厢能生成100个基础空间格，每个可放1万件同类物品，后续还能靠进化点扩容。
更让我兴奋的是，升级后的卡车能直接吸收方圆20米内的物品。我站在卡车旁，兴奋的浑身颤抖。接下来就是全力囤货，末世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。我盯着院子里的红色百吨网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把准备做到极致。手里570万现金，120万借贷加450万卖房抵押。末世后就是废纸，必须全换成能用的物资。进化点也得抓紧攒，车辆防御、动力升级都离不开它。我立刻拨通电话，联系超市、建材商，里面粮油有多少要多少，工具材料全给我送来，加价50%。没一会儿，一辆辆货车往院子里，搬运工们一趟趟卸货，半天就堆起几座物资山。我抬手启动系统，这些粮食、工具瞬间被收进末世。末世，这些都是金还珍贵的东西，进化点的效率还得提。我找到护城巅峰工作室，负责人是个干练的中年人。我把一袋子现金拍在他桌上，联系全市工作室，都用李默的 ID 刷游戏击杀，击杀越多，奖金越高。很快，上千台电脑同时运转，上百名玩家全力刷过，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里刷屏，进化点飞速上涨。工作室的人私下叫我疯子，但我毫不在意，这些点数就是我末世的底气。突然，手机响了，是货运公司主管刘江，他在电话里骂我旷工，威胁扣工资。我早就忍他够了，这几年他克扣我和父亲的工资不下6亿。我对着电话吼回去：老子不干，欠我的工资赶紧还，不然我开卡车撞你。刘江被我的狠劲吓住，挂电话没多久，10万转账就到账了，拿钱又出了口恶气。我心里痛快极了，距离末世只剩最后1天，末世号的升级不能停，物资也得囤到再也装不下。我看着系统面板上的进化点和车厢里的物资，眼神坚定。这一世，我有足够的准备，一定能冲破末日的枷锁，活下去，再也不会重蹈前世的覆辙。我刚把末世号停到家，就看见路边围满了人。挤进去一看，是一条半人高的高加索大型猛犬，正撕咬一只流浪土狗。那土狗是只阴阳犬，前半身黄毛，后半身雪白，瞳孔骤缩。它可不是普通野狗，是未来的 SSS 级妖兽血狼王。前世它半张脸就是被这只高加索咬掉的。末世7天后，陨石辐射会让90%的生物变异成丧尸，剩下10%里有部分会觉醒一年。这只土狗就是其中的顶尖强者。我还想起王强说过的传闻，他原本是流浪狗，被人救下后认主，没想到今天让我遇上。高加索的主人是个穿金戴银的胖女人，手里攥着狗绳，叉着腰骂骂咧咧，围观的人没一个敢上前。我径直走到她面前，3秒钟把狗拉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胖女人白了我一眼，穷鬼，有种你去拉！我儿子80多公斤，能一口咬死你！我没废话，转身登上末世号，直接朝着高加索撞了过去。一声闷响后，地上只剩一滩血迹。系统提示传来，杀戮点数加10。刚下车，胖女人就扑上来要抓我，哭喊着要我赔命。我一巴掌扇在她脸上，眼神冷得让她瞬间僵住，丢下一句有事找我保险说，就走向那只重伤的土狗。它浑身是血，却很有灵性，黑色眼珠里满是感激。我抱起它，立刻开车赶往兽医院。几小时后手术成功，它虽然还有些虚弱，但已经能进食行走了。我摸着它的脑袋，以后就叫你旺财吧。旺财摇着尾巴，显然很喜欢这个名字。安置好旺财，我马不停蹄给末世号升级。半小时后，全新的末世号呈现在眼前，车玻璃换成了防弹隔热的纳米材料，车身是高强度金属，5000匹马力的发动机搭配越野底盘和防爆轮胎，能轻松跨过1米高的障碍物。更关键的是，车厢和空调系统也强化了，车厢空间再次扩大，空调哪怕在100度的环境里，也能把车内温度稳定在20度。我拍着手笑了，有这样一辆移动堡垒，这一次我一定能稳稳挺过这场末世。晚上10点，我驾驶着升级后的末世号，带着旺财离开了家。旺财是我之前救下的流浪土狗，它未来会成长为 SSS 级妖兽血狼王。离陨石降临只剩4个小时，我要抓紧最后一波囤货。第一站是加油站，末世后大部分加油站会被陨石砸毁引爆，能多存汽油就多存。系统检测到5万升汽油，我果断下令收纳。看着次元车厢里的油量数字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接着，我跟着一支大货车车队开进了大型生活物资中转基地。系统立刻检测到海量物资，凤爪、鸭掌、鸡腿每种都超100万份，还有海鲜、蔬菜、香烟和名酒。我一次次确认收纳，心跳快得像要冲出胸膛。这些物资足够我在末世安稳很久。2030年4月1日2点15分，我开着末世号驶入护城长江隧道，这里是陨石灾难来临时最安全的庇护所。2点30分，我在驾驶位默默倒计时：3、2、1。隧道外夜空被无数刺眼白光点亮，陨石像雨点般落下，咚咚巨响不断，城市在崩塌，炼狱已然降临。隧道里路灯灭了，车辆接连追尾，金属撞击声和人们的哀嚎声混在一起。车载电台的播报中断在滋滋声里，幸存者们还在议论，没人真正懂末日的可怕。旺财热得吐舌头，我关窗开空调，车内瞬间降到舒适温度。我啃着速食鸭腿，突然想起关键问题，我还没觉醒异能。上一世
我是末世第30天捡到晶晶才觉醒，这一世必须更早。我猛然记起，护城首个异能者就出现在长江隧道，这里一定有晶晶。趁着秩序没完全崩坏，我带上头灯，军用匕首和弓弩，锁好末世号车门，下了车。隧道里一片狼藉，车辆残骸、鲜血和机油混在一起，热浪夹着恶臭扑面而来。走了半小时到隧道口，陨石雨停了，外面火光冲天，温度更灼热。上百个幸存者聚在隧道口争论，有人不信邪走出隧道，结果被一枚坠落的陨石砸中，尸骨无存。靠近隧道口的人毛发被热浪烧焦，我也被气浪掀翻。爬起来时，我在陨石坑的火光中看到了一枚闪烁着光芒的晶体，那就是晶晶。有了它，我就能提前觉醒异能，在末世真正站稳脚跟。陨石坑中的晶晶在火光里闪着光，可80摄氏度的热浪像一堵墙，刚迈脚就把我逼了回来。我立刻召唤系统，用10点杀戮点升级了耐热背心，瞬间就感受不到灼热了。晶晶离隧道口有100米，我拼命冲过去抓起它，手心被烫得生疼，不敢多停就往回跑。身后传来惊人热浪，回头一看，一块燃烧的陨石正朝我砸来。我拼尽全力狂奔，最后纵身一跃，被热浪推进隧道。身后的隧道口彻底被砸堵，攥着晶晶，我往末世号走。隧道里幸存者们都在交易食物水源，有人用奢侈品换泡面。这时，货运公司主管刘江拦住我，说我骗了他10万，要报警。我扇了他2巴掌，告诉他这是他克扣我的血汗钱。末世里没人管。刘江身后的奔驰车下来个美艳少妇，是公司女总裁李雅，她指责我违规辞职，要赔10万。我笑着让她报警。看着他们可恶的样子，我问要不要食物水源。其实我知道李雅上一世会觉醒最强辅助增幅术，可她还摆着高傲姿态，我便转身离开。回到末世号，我拿出晶晶吞了下去，能量在全身游走，疼得我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已是4月3日，我提前30天觉醒了 SSN 级掌控异能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有了立足的资本。我觉醒的掌控异能，能将能量灌注他人大脑，让对方成为我的奴隶。若是异能者，我还能复制他的能力。异能分12级，我现在是1级，只能控制一个人。上一世末世第10天才有异能者陆续觉醒，这一世我得抓紧找他们，把他们收入麾下。走出卧室，就看到旺财守在门口。我昏迷了2天半，他也饿了2天半，却一直守着我。见我没事就开心摇尾巴。我给他喂了狗粮和牛奶，想着之后得给他找枚晶晶，让他也觉醒异能，以后找晶晶就更方便了。最后一次升级时，我给末世号加了休息区域，卧室、厨房、厕所一应俱全，做饭很方便。我正炒菜，隧道里传来争吵声，是刘江和李雅。刘江是我之前的货运公司主管，李雅是公司女总裁。末世前以铁血手段闻名，现在是末世第3天，隧道温度升到80摄氏度，车载空调全废了，不少人被热死，尸臭味弥漫。幸存者严重缺食物和水，李雅和刘江这3天只买到一点物资，全给了李雅。可李雅还是很虚弱，刘江更是快撑不住。李雅还在颐指气使，让刘江拿100万去买水，不然就开除他。刘江忍无可忍，扇了他1巴掌，说现在500万都买不到1瓶水，还警告李雅要是不客气，就弄死他。这时，刘江闻到了我炒菜的香味，扔下李雅就朝着末世号跑来。他肯定不知道隧道里的物件，还以为钱有用。我刚把饭菜端上桌，旺财就对着车门狂吠。开门一看，刘江一脸讨好的站在门口，说愿意花1000块买我刚做好的菜。我直接告诉他，现在钱和废纸没区别，就算给10万，我也不会给一滴水。然后重重关上了车门。刘江趴在车门上又捶又打，可强化过的车门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琢磨了一会儿，坏笑着离开了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拽着一脸慌张的李雅回来了，对着车门喊，只要给点吃的，就把李雅给我。我刚做好饭，旺财就对着车门狂吠。打开门，前货运公司主管刘江正站在外面，手里拽着惊慌失措的货运公司女总裁李雅。刘江把李雅推到我面前，说给点吃的，就给这个女人给我。李雅挣扎着喊这是饭吗？刘江反手就扇了他1巴掌。3天前还高高在上的女总裁，如今成了交易的筹码，真是讽刺。刘江搓着手要吃的，我直接拒绝，现在钱和废纸没区别。刘江崩溃怒吼，还煽动围过来的幸存者，说我藏着物资不分享，怂恿大家抢车。幸存者们被说动，慢慢围了上来。末世里心慈手软活不下去，我早备好了10字弩。刘江冲过来的瞬间，我一箭射出去，他当时倒地。其他幸存者被吓住，只有个老太躺在地上撒。我抬起10字弩警告，他立马爬起来跑。李雅瘫在地上发怒，不停道歉，说愿意把所有钱都给我。我俯下身撩起他的下巴，告诉他不想饿死就上车。李雅在刘江的血迹和饭菜香味间挣扎许久，最终还是跟着我上了车。走进末世号车厢，他彻底被眼前的景象震撼。原本的货车车厢内部竟扩展到100平米，3层结构里，厨房、客房、卧室、卫生间一应俱全，干净又宽敞。他愣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这是一辆卡车能有的内部空间。我坐在餐桌旁，看着他给出最后的选择，要么现在离开，要么留下成为我的奴隶。外面近80度的高温，她一个弱女子独自出去，根本活不了多久。
李雅没犹豫太久，就低下了头，雪白的膝盖缓缓跪在地上，小声喊了声主人。没等我说话，她又双手撑地，像温顺的小猫一样，慢慢爬到我身边，把脑袋蹭到我的手上。我捏起她的下巴，打量着她娇媚的脸，让她坐下吃饭。一口热饭下肚，几乎3天没进食的她，当场红了眼眶。吃完饭，我走到她身边，将手放在她的头顶。随着我调动金色的掌控异能，能量缓缓渗入她的大脑，完成了契约签订。从今往后，她就是我的第一个奴隶，只要我一个念头，就能结束她的生命。等她觉醒异能，我还能通过这份契约复制她的能力，强度和她一模一样。这就是我 SSS 级掌控异能的霸道之处。我突然想起，护城还有另一个 SSS 级异能者电母，他会在末日后第20天觉醒，我还有17天的时间。趁着他没觉醒，我得尽快找到他，把他也内入整。正想着，李雅主动抱住我的胳膊，声音带着撒娇的意味，问我要不要休息。听说她30岁了，从小就是乖乖女，从没谈过恋爱。我点了点头，她立刻拉起我，朝着卧室的方向走去。一夜过后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身边没看到李雅的身影，但我丝毫不慌，奴隶契约的思想刚硬早已生效，她绝不会背叛我。走出卧室，果然看到李雅站在厨房忙碌，见我出来，她立刻笑着迎上来，说早饭已经做好了。我走到客厅沙发坐下，点了根烟，享受着末世里难得的安稳。打开监控屏幕，外面的景象和预想中一样。今天是末世第4天，陨石雨还在继续，隧道里的温度仍在攀升。末世号外，刘江的尸体已经腐败了，周围50米内看不到一个幸存者。看来昨天的震慑起到了作用。李雅过来喊我吃饭，看到监控里的画面，她脸色瞬间发白，不安地问我外面会不会一直这样。我淡淡告诉她，以后只会更恐怖、更危险，可能10年、20年，甚至永远都是如此。丧尸、灾害、人性的邪恶，都会把人类文明彻底摧毁。永远2个字让李雅直接瘫坐在地。我安慰她，待在我身边会安全。吃饭时，我发现李雅的手艺很不错，比我做的强多了。突然，旺财的哀嚎声传来，我赶紧走出餐厅，看到他躺在客厅里不断抽搐，身上还流转着微光。我心里一阵激动，旺财这是要觉醒异能。我还没给他找晶晶，或许是我觉醒时的能量影响了他，动物的觉醒条件果然更低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旺财重新站起来，之前被高加索咬伤的伤口痊愈过，皮毛也变得更光亮。我伸出手，用异能探查他的情况，确认他已经成为了1级异能兽。有了觉醒异能的旺财，以后寻找晶晶就更方便。旺财觉醒成1级异能兽，我心里别提多兴奋，抱着他转了好几圈。上一世，他的主人靠他找晶晶成了护城富豪，现在他在我身边，我的实力肯定能突飞猛进。我把旺财放下，赶紧收拾装备和食物，准备出门。现在我还是1级异能者，只能控制一个奴隶，想变强，控制更多人，必须找更多晶晶升级。这次出门还有个目的，找我上一世的好兄弟王强，我记得他也在这条隧道里。我叮嘱李雅乖乖待在车里，不管谁来都别开门，然后带着旺财走出了末世号。一人一狗朝着另一个隧道口走去，隧道里满是刺鼻的气味，我戴上口罩才好受些。没走多远，就察觉到暗处有幸存者盯着我，大概是看到我背包鼓鼓，把我当成了肥羊。我取下腰间的十字弩，头灯照着暗处，他们立马吓得不敢动。又走了一段，一群老弱妇孺拦在面前，哭喊着要吃的。我一眼就看穿不对劲，他们身后藏着几个成年男人，死死盯着我的背包，显然是想趁乱抢东西。2个女人突然抱住我的腿，后面4个男人立马冲了过来。拥有异能后，我的身体比以前矫健太多，这些饿得力竭的家伙在我眼里慢得像乌龟。我发力震飞抱腿的女人，转身举弩瞄准，4箭连发，精准命中那几个男人的要害。我扬了扬手里的弩，对着吓呆的老弱妇孺冷哼一声，他们连忙连滚带爬的跑。我带着旺财花了2个半小时才走到没被掩埋的另一个隧道口，外面依旧火光冲天，陨石还在不时落下，公路布满陨石坑，早已面目全非。我仔细查看了隧道口附近的陨石坑，没找到晶晶的踪影，看来上一枚只是运气好。我拍了拍旺财的脑袋，让他帮忙找找附近有没有晶晶。旺财欢快地叫了2声，嗅了嗅地面，竟然转身朝隧道内部走去。晶晶在隧道里，我心里疑惑，难道已经被别人捡走了？跟着旺财走了几十米，我们停在了一辆大巴车旁。这种封闭环境容易被偷袭，我搭好十字弩，小心翼翼地走上车。车内恶臭扑鼻，后排蜷缩着10几个幸存者，他们看到我，眼神里满是警惕，背包空瘪的人还死死盯着我的背包。我扫视一圈，没发现晶晶，看来真被人拿走了。还没等我多想，余光瞥见4个大块头壮汉朝大巴车走来。为首的大汉叫刘闯，自称是官方救援队，要过来救人。末世里哪还有什么救援队，他们分明是冲着幸存者的物资来的。绝望中的幸存者果然轻易相信了，纷纷拿出藏好的物资，有人甚至喜极而泣。刘闯看到物资，眼神瞬间变得贪婪，等走近了，
他突然扇了一个幸存者耳光，还揪住别人的脖子。他的3个兄弟也立刻动手，控制住其他幸存者，要大家把物资都交出来，保管。刘闯还煽动没物资的人一起抢，说要平均分配。幸存者们被迫交出物资，刘闯一伙看得眉开眼笑。大巴里没交背包的，只剩我和一个蜷缩在座椅上的女大学生，她叫乐乐，身体不停发抖，却死死抱着身前的小熊背包。收完其他人的物资，刘闯转身走向乐乐，说交物资是为了大家好，伸手就去抢他的背包。乐乐死死拽着背包，说这是他和哥哥最后的食物。刘闯被惹恼了，还想扯乐乐的衣服，趁机抢走了背包，往外倒里面的东西。2瓶水，2个馒头掉了出来，最后一枚亮晶晶的晶体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是晶晶！我立刻从位置上站了起来。刘闯说要收物资平均分配，幸存者们都紧紧抓着自己的背包，没人愿意松手。这招很快分化了人群，没食物的人纷纷站到刘闯那边附和。刘闯又指着车上的老太太煽风点火，老太太也怂恿他动手抢，得到借口，刘闯立刻指挥3个小弟开始抢夺。一个小弟扇飞眼镜男的眼镜，抢走了他的包裹。刘闯看到里面的八宝粥和矿泉水，兴奋地让小弟们继续搜。没食物的人也跟着哄抢，其他人只能被迫交出物资。刘闯他们收获的物资够吃10几天。我坐在大巴前排，一直观察着车后情况，却没在他们抢来的物资里看到晶晶。大巴里没交背包的，只剩我和一个女大学生。我仔细一看，她的脸让我觉得熟悉，像是上一世见过。她应该叫乐乐。乐乐蜷缩在座椅上，身体发抖，却死死抱着身前的小熊背包。收完其他人的物资，刘闯转身朝前排走来，目光在我和乐乐之间选了选，径直走向乐乐。他劝说乐乐交食物，伸手就去抓背包，乐乐死死拽着，说这是他和哥哥最后的食物。刘闯被拒绝后恼羞成怒，拽起乐乐，还伸手去扯他的衣服。乐乐尖叫着躲开，刘闯趁机抢走了小熊背包，倒出里面的2瓶水和2个馒头。最后一枚亮晶晶的晶晶从背包里掉出来，落在地上发出清脆响声。看到晶晶，我立刻从位置上站了起来。乐乐背包里掉出的晶晶个头更大，光芒更盛，品质比我之前得到的还好。看到我起身，之前抢物资的刘闯转头盯上我，骂骂咧咧走到我面前，让我乖乖交出食物。见我没反应，他抬手就想扇我。他抬手的瞬间，我已想好3种反击方式：十字弩、匕首或是徒手，都能阻止他。最终我选择了手边的十字弩，动作快得惊人，一剑精准贯穿他的手掌，随后穿透头颅。刘闯倒地，车厢安静3秒后，幸存者们尖叫着疯跑出去。很快，车厢里只剩下呆的乐，还有我和刘闯的尸体。我蹲下身，从刘闯口袋里摸出那枚晶晶，手心传来温暖的能量，让我满心期待。收好晶晶，车外传来焦急的喊声。一个1.9米，额头带疤的铁塔般汉子冲进来，他是乐乐的哥哥王强，也是我前世的兄弟。前世丧尸潮里，他一次次挡在我身前，哪怕血流满面，也笑着说自己头铁。乐乐扑进他怀里，哭着诉说刚才的事。王强听完僵了一下，转头向我道谢，却还是把妹妹护在身后，满脸警惕。我理解他的防备，毕竟我刚动手伤人。我平静的自我介绍，邀请他们组队，说我那里有食物。王强摇了摇头，说他们有自己的打算。我没有勉强，只是告诉他们，遇到麻烦可以去隧道找我。我在一辆红色卡车上。分别时，我给王强和乐乐留下几瓶水和几个鸡蛋。王强还没觉醒异能，带着妹妹肯定缺食物，但我的掌控异能目前只能控制1人，没法确保绝对掌控。即便他是前世兄弟，我也不能贸然带他回车厢。转身离开时，我听到乐乐疑惑为何不跟我同行，王强却让他离我远点，说我敢杀人。我握紧口袋里的晶晶，心里清楚，末世还长，我们迟早会重新成为兄弟。这一世，我定会护他和妹妹周全。我没立刻回末世后，趁着还有时间，带着旺财在隧道口附近搜寻晶晶。2天下来，我们找到了12枚晶晶，旺财的异能探测范围也摸清了，大概方圆50米。周6傍晚返程时，隧道里有些幸存者已经开始变异，眼神空洞，见了我就想抢物资。我毫不手软，抬手用十字弩反击，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，杀戮点攒到了21点。到了末世号外，果然又有一群人围着，有人拿铁棍砸车身。末世号的防御早已强化，他们根本奈何不了。我举起弓弩对准砸得最起劲的人，几声轻响后，剩下的人一哄而散，拉开车门闪身进去反锁。李雅立刻迎了上来，轻声唤我主人。我回到末世号，李雅见我安全归来，明显松了口气。车厢里一切如常，只有冰箱门开着条缝。我先给旺财的饭盆倒满狗粮，然后让李雅来我房间一趟。听到我的话，李雅的脸瞬间红了，眼神飘忽，还羞涩地蹲到我面前，手放在我膝盖上仰头看我。我嘴角抽了抽，才发现他理解错了我的意思。我叫他来，是想让他觉醒异能，多一份战力。毕竟明天丧尸就要来了。我拿出1枚晶晶递给他，让他吃下去。他看着这拇指大小的晶石，一脸难以置信，却因为奴隶契约，只能闭眼吞了下去。晶晶入体后，李雅很快就痛苦地蜷缩在床上翻滚，汗水浸湿了衣服。这种痛苦是觉醒的必经之路。我没有管他，自己也拿出最大的那枚晶晶吞了下去。能量在体内化开，比第一次觉醒好受些，但饥饿感疯狂涌来。晶晶会急剧消耗体力，高阶异能者都是靠晶晶和食物堆出来。好在我只是1级，没多久就完成了吸收。现在我的掌控异能有了进步，能同时控制2个人，还能复制对方约20%的能力。再吸收3枚晶晶就能升到2级。李雅也缓了过来，声音虚弱却满是惊奇，
说他体内多了一股能量。我告诉他那是异能。李雅听到异能二字，眼睛瞬间瞪大，满是难以置信。我告诉他，他的能力能短时间提升别人的力量、速度和体力。他正兴奋地感受异能，肚子却先叫了起来。我让他先吃饭，之后再是效果。我俩很快吃完一整桌菜，随后测试了他的异能。1级的增幅数就很厉害，能给我50%的3维增幅，持续3小时，让我的冲刺速度堪比世界纪录。通过掌控异能，我也复制了他的增幅数，目前虽只有20%效果，但后续会随等级提升。我手里还剩10枚晶晶，全部吸收后异能该能冲到3级。我闭眼调整状态，因为明天就是末世第7天，上一世丧尸就是这时出现。一大早我打开监控，没看到丧尸踪迹，正疑惑时，李雅突然尖叫着指向屏幕，一张腐烂的脸贴在镜头上。隧道里已有多人变异，死者爬起攻击活人，人群陷入恐慌，普通车辆根本挡不住丧尸，哭喊声很快变成惨叫。李雅面无血色，我默默启动引擎，丧尸出现说明陨石雨停。按计划，我得在20天内找到电子，趁他未觉醒将其控制。末世号的引擎发出低沉咆哮，声浪在隧道里回荡。附近的幸存者像抓住救命稻草，拼命朝车辆跑来，围拢着拍打车窗车门，有人甚至冲到车头前阻拦。李雅脸色苍白，劝我放他们进来。我冷眼看了他一眼，末世里同情心最没用，一句话让他不敢再多说。我握紧方向盘，踩下油门，末世号如同钢铁巨兽在隧道里推进，拦路的小汽车被碾扁，刚病变的丧尸也成了车轮下的减速带。系统提示不断跳出，每个丧尸能提供7到15点杀戮点，短短几分钟就攒了上百点。捡到晶晶的隧道口已被陨石堵死，我朝着大巴车方向狂奔，路过的幸存者纷纷求救，有人甚至怨出1个亿，我却只想救王强和他妹妹。丧尸爆发，留他们在隧道太危险，一路狂奔10公里，碾死不下300头丧尸后，我终于在出狱的大巴车旁看到了王强。至少50头丧尸围着大巴疯狂拍打，王强抡着铁棍拼命抵挡，死死护着身后的乐乐。2030年4月7日，丧尸已经爆发，我开着末世号在隧道里狂奔，我的目标很明确，救王强和他妹妹乐。王强是我前世的兄弟，上一世无数次挡在我身前，这一世我不能让他出事。大巴车外围满了至少50头丧尸，他们疯狂拍打着车窗，车里王强正抡着铁棍拼命抵抗，死死护着身后的妹妹乐。他的动作已经越来越慢，明显到了极限。我没多想，猛打方向盘，末世号的红色车头像铁扫帚，狠狠刮过大巴车身，围上来的丧尸瞬间被碾成肉泥。我急刹车，端起十字弩，3秒内射翻了2只钻进车窗的丧尸。上车！我推开末世号的厚重车门，大喊。王强认出了我，只犹豫一瞬，就拉起乐乐朝我狂奔而来。我持弩站在门口警戒，看着他们狼狈地钻进驾驶室，反手关上了车门。车外的幸存者还在哭喊求救，但我顾不上，踩下油门，带着我前世的兄弟，朝着隧道外的生路冲去。驶出隧道的瞬间，刺目的光线涌进来，眼前的世界一片狼藉，柏油马路布满蛛网般的裂痕，断裂的钢筋与破碎的混凝土块散落四周，残垣断壁在风里静默伫立，唯有末世号的履带碾过碎石，依旧平稳通行。王强缓过神，攥紧拳头，语气诚恳地向我道谢。我看着他，直言不讳，救你不是出于善心，是因为你有用，你是护城独一份的 SS 级防御异能者。坦诚的话语打消了他眼底的疑虑。当我让他凑近时，他迟疑几秒，还是乖乖低下头。我发动掌控异能，无形的契约纹路悄然递减，王强成了我的第2个奴隶。没等多说几句，他和妹妹乐乐的肚子就咕噜噜叫起来，此起彼伏的声响在死寂里格外清晰。两人面露窘迫，小声说之前给的鸡蛋2天前就吃完了。我摸了摸发空的肚子，发动异能的消耗确实不小，正好带他们去见识见识末世号的武士，尝尝这座移动堡垒里的生活滋味。王强望着窗外冒烟的废墟，以为我要带他们去那里整吃的。我没解释，起身示意他们跟上，打开了车厢后方的厚重密码门。王强兄妹瞬间僵在门口，眼睛瞪得滚圆，不敢相信这是卡车内部，足有上百平米的空间，有客厅、浴室，还有小型酒柜，宽敞又舒适。我让他们先换身干净衣服，避免污血感染，便去卧室拿了2套衣服。回来时，见两人正眼巴巴盯着地上的瓷碗，碗里是红烧肉和米饭。王强还小心端起碗，说我把食物放地上太浪费。我笑着告知这是旺财的狗碗，吹了声口哨，旺财就欢快跑来，蹭了蹭我的脚后大快朵颐。王强急得直跺脚，说末世里1块红烧肉都无比珍贵。我没多言，一手拉住一人，告诉他们车上不缺这点吃的，带着他们走向餐厅。李雅早已恭敬等候，餐桌上的鸳鸯锅冒着热气，周围摆满肥牛卷、虾滑和各类蔬菜。王强和乐乐瞬间看直了眼，换上干净衣服，王强兄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桌上的饭菜被一扫而空，连汤底都差点喝完。王强摸着圆滚滚的肚子，打了个悠长的饱嗝，满脸感激地说愿意为我效命。看着他憨厚认真的样子，我想起上一世他也是这样承诺，之后无数次为我挡下致命攻击。我掏出1枚晶晶放在桌上，提议以后叫他王强，让他把晶晶吃下去。王强和乐乐认出了晶晶，好奇询问用途。我告知他们吃了能觉醒异能。王强又惊又喜，毫不犹豫地吞下晶晶。短暂的痛苦过后，他身上散发出沉稳厚重的能量，体表泛起岩石般的光泽，和上一世一样觉醒了 SS 级防御异能。
我去厨房拿了把菜刀，朝着他的胳膊砍去。王强仓促抬手格挡，只听清脆声响，菜刀刀刃崩出豁口，他的手臂却毫发无损。乐乐凑过来戳了戳他的胳膊，王强激动不已，再次郑重承诺会为我效力。我让他们先洗澡休息，明天还要赶路。强觉醒 SS 级防御异能后，我通过掌控异能复制了他 20% 的能力，足以免疫大部分拳脚攻击。但掌控异能需要等级匹配，若我停滞不前，对王强、李雅的控制可能松动。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前世护城另一位 SSS 级异能者电母，必须加快提升实力。我拿出剩余的9枚晶晶，睡前吸收了1枚，还丢给门口的旺财1枚。他的搜寻能力对找晶晶至关重要。吸收晶晶后，我体内能量更充盈，再吸收1-2枚就能升到2级，届时复制比例能提至 30%， 还能多控制一个异能者。我计划明天赶往城南地铁改造的庇护所，要在电母觉醒前找到他。清晨，旺财急促的犬吠将我惊醒，王强也提着棒球棍冲了出来。调出监控，只见几十头丧尸围在末世号外疯狂撕咬拍打，车身都轻微晃动。我坐进驾驶位发动引擎，末世号如同钢铁巨兽冲撞出去，将丧尸卷入车底。不到10分钟，几十头丧尸被彻底清理。王强看得目瞪口呆，而我收获了不少杀戮点。我从驾驶室回到车厢，叫醒了我的异能兽旺财，他立刻跑过来，张口咬住我的裤腿，兴奋地往外拽。我瞬间懂了他的意思，连忙问是不是发现了晶晶，还不止1枚。旺财用力狠狠点头，我心里一阵狂喜，昨天给旺财晶晶的决定果然没错。他现在已经是2级异能兽，探测范围扩展到了100米。既然他在车上感知到晶晶，说明目标就在附近。晶晶是末世里最稀缺的资源，是提升实力的关键，1枚都不能放。通过监控观察，不远处就是大型商场的废墟，晶晶大概率就在里面。可惜次元车厢的收纳范围只有20米，这片废墟堆得太高，车辆开不进去，只能亲自下去找。确认外面没有活丧尸后，我拿起十字弩，对同伴王强说带上家伙，去废墟里转转。王强立刻抓起他的钢管应了声好。推开车门，浓烈的血腥味几乎让人窒息，脚下黏腻湿滑，踩上去格外不适。王强这个1米9的壮汉都忍不住反胃，我拍了拍他的背，递给他一根烟，告诉他习惯就好。看着我面不改色的抽起烟，王强眼里满是震撼，活下去的信心也足了些。我喊旺财带路，他叫了一声，鼻子不停耸动，朝着商场废墟深处跑去。这座商场曾是护城地标，占地数万平米，如今只剩断壁残垣。黄金、首饰、奢侈品这些曾经价值连城的东西，现在都成了毫无用处的垃圾，散落在地上。我连看都没看，目光一直跟着旺财。他七拐八绕，最终在一处被碎石扮演的地下室入口前停下，兴奋地摇着尾巴。看来要找的东西就在下面。我抬脚往下走，王强紧跟在我身后。楼梯里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从背包里取出手电筒。楼道里一片狼藉，几级台阶断成2半，下面躺着几具高度腐烂的尸体，看样子是有人试图往上逃，失足摔死在了这里。但晶晶是实力的根本，再冒险也得拿到，一段楼梯而已，小心些就行。我和王强谨慎地往下走，隐约间，地下室深处传来了压抑的抽泣声。我和王强对视一眼，都懂了对方的意思，有幸存者，但在末世里，活人有时候可能比丧尸更危险。我和王强走进地下室，这里竟困着些幸存者，想来是楼梯断了无法上行，反倒让他们躲过了地表的丧尸。我刚迈进门，黑暗中突然窜出一道黑影，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妇女扑到我脚边，死死抱住我的腿，涕泪横流的哀求，说自己已经3天没吃东西，求我给点吃的，做什么都愿意。这时另一个人凑了过来，举着一块百达翡丽手表，说这表值100多万，只想换一点点吃的。黑暗里，好几双饥饿的眼睛在手电光束边缘闪烁，他们闻着活人的气息，就像闻到了食物的味道。我面无表情，背包里确实装着食物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这个口子绝不能开。末世没了秩序，施舍一个，马上会有10个、20个扑上来，最后只会演变成疯抢。末世里，怜悯很多时候就是自杀。我抽出腰间的弓弩，箭足在黑暗中闪着寒光，对着围上来的人喝了声滚。他们吓得连连后退，嘴里发出不甘的呜咽，却再也不敢靠近，逼退这群饿极了的人。我跟着旺财开始在地下室搜寻晶晶。地下室是圆形的，中央被陨石砸出个直径10米左右的深坑，看来晶晶就是这枚陨石带来的，可坑边没见到踪迹，大概已经被人捡走了。沿着环形过道走了不远，旺财在一间小型超市门口停下，兴奋地望着里面。我用手电照过去，货架早就被搬空了，里面却正发生着争吵。争执的是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妻，旁边还站着个中老年妇女，是男人的母亲，她正帮着男人死死拽着那个少妇。少妇满脸泪水，气质温婉，带着浓浓的书卷气，和李雅那种冷艳贵妇截然不同。她绝望地哀求自己的丈夫，说不要卖她，她会去帮他们铲食物，还说赔过李庄的女人都死了。她丈夫却吼着，不卖她，难道要饿死自己和她吗？我注意到
少妇穿一件黑色包臀裙，腿上的黑丝已经多处勾丝破损，而她手腕上戴着的那条编织手链，正是由金色水晶制成，那就是我要找的晶晶。地下室里，一对夫妻正在争吵，旁边站着个染着黄毛的青年，手里晃着几包方便面，显得很不耐烦。一个中老年妇女突然换上谄媚的样子，开始推销自己的儿媳，护城第一医院的医生秦岚。她说秦岚长相出众，5包泡面就能换，还说外面有的是更便宜的买家。秦岚的丈夫没了耐心，一巴掌扇在秦岚脸上，还把她粗暴推到黄毛身边，威胁她别搞砸交易。秦岚的脸瞬间没了血色，眼神一片死灰。黄毛咧嘴笑着伸手要抓秦岚，可手还没碰到她的衣袖，就被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牢牢抓住手腕。抓他的是王强，身高1米9，体重起码200斤，胸膛像一堵墙。我走上前对黄毛说：“秦岚我要了。”黄毛看着我不起眼的样子，拿着5包泡面挑衅，说这够买我的命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惨叫起来。王强听不得他侮辱我，直接捏碎了他的手腕。黄毛倒在地上疼得直叫。一旁的林峰尖叫起来，说我们敢动黄毛哥，迟早会死得不明不白。我没理会他们，径直走到失魂落魄像个人偶似的秦岚面前。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走，保证让他活得像个人。秦岚慢慢抬头，涣散的瞳孔重新凝聚，眼里燃起复仇的火焰。她指着自己的丈夫，说愿意跟我走，但要我帮她杀了他。我愣了一下，心想医生在未来是稀有的资源，秦岚作为护城第一医院的名医，更是珍贵。我点头答应，从身后取下十字弩递给她，告诉她可以亲手杀了自己的丈夫。我看着秦岚拿起十字弩，重新站起身，箭头对准了她曾经的丈夫和婆婆。那2人跪在地上不停磕头，辩解是饿疯了才想拿她换食物，说大家是家人。秦岚扯出凄厉的笑，质问他们打算把自己卖给李壮时，有没有想过是家人。那对母子瞬间沉默。秦岚没等他们回应，便扣动了十字弩扳机。我有些诧异，原本以为她下不了手，没想到这个女人狠起来如此决绝。秦岚走回来，把十字弩还给我，撩了撩耳边的头发，露出娇柔的笑，说从今以后她是我的人了。我正准备带她离开，超市外突然传来嘈杂的打斗声。我皱起眉转身出去，只见超市门口空地上围了20多号人，气氛紧张。地上躺着几个人捂着伤处哀嚎，我的同伴王强像门神般堵在门口，手里的武器还在滴血。对方为首的是干瘦青年李壮，就是之前想拿5包泡面换秦岚的人。他左拥右抱着2个面黄肌瘦、眼神麻木的女人，身后站着5个1米8几的壮汉保镖。王强说，这些人是李壮的同伙黄毛带来的，想硬闯被他放倒了几个。黄毛也看到了秦岚，贪婪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，尤其在他手腕的金手链上顿了顿，才不舍离开。李壮松开怀里的女人，径直走向我，指着地上呻吟的人说：“我们打伤了他的兄弟，但他欣赏我们，给2个选择：一是把秦岚给他做手下，每天给3包泡面；二是杀了我们，放过秦岚。”秦岚脸色瞬间苍白，毕竟我和王强只有2人，根本敌不过20多人。可我拍了拍他的脑袋，告诉他我一个都不选。随后对王强说：“干掉他们，我绝不会为了3包泡面放弃秦岚，更不信李壮的话。”李壮是个瘦弱却能在地下室称王的人，听到我的命令，他缓缓鼓着掌，脸上满是阴狠，眼里藏着浓烈的杀意。他突然迈步，独自朝着铁塔般的异能者王强走去，还滑稽地挥出一拳。我急忙提醒王强，他有异能。王强脸色一变，体内能量涌动，体表瞬间变成花岗岩般的颜色。李壮显然没料到我能看穿他的异能，更没想到王强也是异能者。2人相撞，同时闷哼一声，王强被他一拳击飞，身体撞塌了身后超市的墙面。李壮也不好受，右手手臂直接骨折。李壮是力量型异能者，1级就能让力量翻倍，后期甚至能举起上百吨重。王强从超市废墟里走出来，挠了挠头，虽然撞碎了好几堵墙，但他的防御异能让他毫发无伤。倒地的李壮嘴角流着血，不甘地问我怎么知道他有异能。其实暗示太多了，他瘦弱却能称霸地下室，身边的肌肉保镖都怕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看秦岚时不看他的样貌，只盯着他手上的金手链，他肯定也认出了晶，还十分渴求。我没打算告诉他答案，默默走上前，抬起十字弩对准他的胸口，箭矢应声而入。我获得了30点杀戮点，现在总共1330点。不愧是觉醒者，哪怕只是1级，也抵得上好几只丧尸。解决李壮后，王强对着剩下的混混狞笑，他们吓得四散而逃。我在李壮地下室的头目力量型异能者身上搜到3块金碎片，加上秦岚护城第一医院医生手腕上的那块，这次一共收获4块。刚要动身离开，王强突然大喊小心！已经被射杀的李壮竟复活了，还变成了丧尸，右臂已然复原，一拳朝我轰来。王强没来得及启动异能，被击飞出去了，断了好几根肋骨，重伤倒地。我本能抬十字弩射向丧尸脑袋，可箭头被弹开，连皮都没擦破。这是异能丧尸，防御力惊人。他抓起碎石之来，我赶紧趴倒躲开。我连续射箭打他要害，却全被弹开。此刻王强重伤失能，李雅留在车上。我复制的防御异能有限，面对着刀枪不入的异能丧尸，
我们几乎没胜算。我和由力量型异能者里壮变异而来的异能丧尸还在超市门口对峙，突然，地下室各个角落传来凄厉惨叫和混乱嘶吼，其他幸存者也开始变异了。不能再耗着！我低吼一声，开启复制来的增幅术，冲到我的奴隶拥有 SS 级防御异能的壮汉王强身边。他之前被异能丧尸重伤，已经站不起来。我用力架起王强沉重的身体，对身旁吓呆的秦岚喊道：“跟上，快！”他是我刚救下的护城第一医院医生，刚摆脱了无良家人的算计。我的2级异能兽旺财机警地窜到我脚边，我们3人一狗，顺着来路拼命往回跑。异能丧尸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还不时抓起碎石杂物当炮弹砸来，我们只能狼狈躲闪。终于看到断裂的楼梯口，上方透来的微光就是生的希望。我咬紧牙关，背着几乎昏迷的王强，全力向对面一跃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，总算安全过来。秦岚看着逼近的丧尸，闭眼朝我跳来，却因力量不足，身体朝下方黑暗深渊坠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探出的手死死扣住他的手，咬紧牙关把他从鬼门关拽了上来。来不及喘息，我拉起惊魂未定的秦岚，架起王强，头也不回冲向出口。冲出地下室入口的刹那，我回头望去，那只异能丧尸已经跳到断层这边，正扒着边缘试图爬上来，后面还有数十个丧尸涌来，绝不能让他们出来。我目光扫过地下室入口上方，那里悬着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。我松开身边的2人，我的奴隶拥有 SS 级防御异能的兄弟王强，还有我之前救下的护城第一医院医生秦岚，冲向巨石下方。我将全身力量灌注在复制来的防御异能上，肩膀狠狠撞向支撑巨石的脆弱结构，巨石失去支撑，带着漫天烟尘和碎块，轰然砸向下方楼梯和断层，彻底堵死了入口。我扶着膝盖大口喘息，肺部火辣辣的疼。幸好这石头帮我们挡住了追兵，脑海里接连弹出系统提示，积累的杀戮点终于到了5000。杀戮点累计5000点，系统升级中，倒计时24小时，系统居然能升级。我来不及多想，身旁的王强发出痛苦呻吟，救命要紧！我扛起重伤的王强，带着秦岚和我的2级异能兽旺财，朝着末世号停靠的方向走去。远远就看到末世号门口，我的奴隶拥有增幅术异能的李雅，还有王强的妹妹乐乐正等着我们。他们看到我身上染血，王强还需要搀扶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乐乐扑到王强身上，焦急地询问情况。我简单解释我们遇到了丧尸，王强断了几根骨头，但没有生命危险。王强躺在车厢的沙上，每说几个字，他都要喘口气，说自己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少废话，先休息，我想办法救你。我打断王强的话，语气生硬，垂在身侧的手却紧紧攥成了拳头。上一世，他看着我陷入绝境，这一世，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倒下。王强固执地摇头，双眼泛红，硬是把他妹妹乐乐的手放进我手里。他让我一定答应他的要求，不然死都不瞑目。我只能让他继续说下去。王强喘着粗气，目光在妹妹脸上停留了很久，才转向我。他希望我能收留乐，只要给他一口吃的，让他活着就行。他说虽然和我相处不久，但能看出我并非嗜杀之人，只要我照顾好乐乐，他才能放心。乐乐再也忍不住，趴在王强身上放声痛哭。我在车厢里来回踱步，心里盘算着拯救王强的办法。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我的奴隶拥有增幅术异能的李雅突然冲了出来。他慌张地说秦岚倒下了。我心里一惊，难道秦岚被丧尸抓伤或咬伤了？可李雅说秦岚身上没有任何伤口，她只是体温奇高，还喊着身上疼。我心中一动，一个念头闪过，难道是觉醒异能？没有伤口却承受着剧烈疼痛，这和异能觉醒的征兆完全吻合。看着床上虚弱的王强，我心里涌起一份不切实际的期待。